大家好，本周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同时他也是德国副总理，将进行他执政2年半以来首次访华。今年4月，德国总理舒尔茨带领一个庞大商务代表团访华，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缺席。估计德国总理故意没有带上德国外长以及这位经济部长，因为这届德国联合政府中绿党的态度确实太反华了。此时德国经济部长访华时机有些敏感，不过走访总比从来不来往要好，但对他访华到底有何作用，不能抱过高期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老婆子，一个美国的提线木偶，对欧盟以及德国的伤害不容忽视。今天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2台对德国经济部长即将访华的报道。德国正处于两难境地，如果要成功实现能源转型，就需要更多的电动汽车，但最便宜的电动汽车来自中国，而且有可能毁掉德国自己的工业。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本周将对中国进行为期数天的访问。关税永远是最糟糕的方式。本周访华的德国经济部长及副总理的立场很明确，罗伯特·哈贝克不相信保护主义。上周三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个好日子。那天上午，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从7月4日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届时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 38.1% 的关税，而不是之前的 10%。 原因何在？中国的补贴太高，导致掠夺性定价和扭曲竞争。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Margaritis Schinas 说，中国电动汽车生产得益于不公平的国家支持。他继续说，这对欧盟电动汽车制造商造成了经济损失。与中国的贸易战一触即发，布鲁塞尔希望在7月4日的最后期限之前，中国做出让步，否则惩罚性关税就会生效。这让欧洲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的市场准入实际上已被切断。即使欧洲的关税比美国的低很多，也不是没有后果的，而且中方的反应也立竿见影。中方呼吁欧盟立即停止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贸易战的幽灵正在萦绕着我们，但没有人希望它发生。就连布鲁塞尔应该保护的行业也反对贸易战。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米勒女士认为，这种措施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不仅不会改善德国汽车工业的生产条件，反而会危及生产条件。米勒女士说，如果德国公司在中国生产和供应车型，也必须支付这些关税。米勒女士解释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中国产品的关税还高。罗伯特·哈贝克进退两难，即使他认为这是欧盟委员会的事，他也不会在中国进行谈判，否则他将无法避免东道主的愤怒。为节约二氧化碳排放而开展的可疑环保项目，远不止这些。德国经济部长现在还和他的一位同事有矛盾，那就是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女士。这与德国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资助的气候保护项目涉嫌欺诈有关。一些石油公司试图通过投资碳抵消项目来弥补其超标排放温室气体的部分。75个项目已获批准，其中1半以上涉嫌欺诈，尤其是在中国的项目。根据德国电视2台 Frontal 这档节目挖掘，中国某省一个耗资8000万欧元的项目的总部竟然是一个养鸡场，这是最令人啧舌的一个例子，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例子。视频说明，一些德国的石油公司可以通过在中国开展气候保护项目来实现其法定气候目标。根据 Frontal 栏目组的挖掘，其中许多项目只存在于纸上。德国联邦环境署主席梅斯纳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缺乏监管。他说，检测机制基于对检测机构和被检测方的信任。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在寻找出路。同样，这也不是哈贝克直接负责的领域，但作为气候保护部部长和副总理，他在访华期间很难忽视这个问题。结论，
罗伯特·哈贝克在已经存在的问题的篮子里又多了一个臭鸡蛋，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来自布鲁塞尔和他自己的政府部门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战略竞争和定位。这位部长是怎么想的呢？他说，现在互相推卸责任是最糟糕的事。这当然没错，然而他的中国谈判伙伴是否会采取这种建设性的观点却令人怀疑。对罗伯特·哈贝克来说，中国之行很可能是一次微妙的使命。接着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如何评论德国绿党籍的经济部长历史性访华。第一条评论：为什么派哈贝克去？这不是个好主意。下一条评论：哈贝克访华，情况还会更糟吗？下一条评论：谁去机场接机呢？守门的大姨还是他的副手？下一条评论：担心贸易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把我们推向与中国的贸易战，因为我们的外交不独立。这届德国政府正在伤害德国人民。如果中国加入这场贸易战，请上帝开恩吧。下一条评论：哈贝克基本上是美国经济部长，而不是德国人民的经济部长。下一条评论：当绿党噩梦结束时，我会很高兴。下一条评论：他应该和贝尔伯克外长乘同样的飞机。德国之士点评，估计是指经常出故障那架飞机。有一次，德国外交部长乘坐的飞机在迪拜起飞后，在空中盘旋，释放了80吨航油，才能在原机场降落。下一条评论：为什么不能派一个有能力的人访华？下一条评论：当中国人在哈贝克面前弯腰时，并不是出于尊敬，而是笑弯了腰。下一条评论：对不起，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谈判技巧。下一条评论：在中国有人会接待他吗？下一条评论：哈哈哈哈，中国人对这位专家正望眼欲穿呢。下一条评论：他能不能待在家里啊？反正又要出问题了。下一条评论：奔闯运动员砸碎了瓷器，哈贝克假装把瓷器碎片清扫干净，这一切都太愚蠢，太有绿党特色了。下一条评论：这张照片上的文字意思是，这是以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的口吻来说的啊。毁掉一国经济有多种办法，这些办法我全知道。下一条评论：他什么时候会中文了？当然也不会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下一条评论：我真的很好奇，他将如何再次把事情搞砸。在我们这儿，每天吃早餐时都在期待今天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他是最佳人选。下一条评论：这可是一项重要任务啊，我们就不能派有能力的人去访华吗？下一条评论：问题是哪个更微妙？是与中国的任务，还是哈贝克飞往中国？这只能由贝尔伯克来超越，那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一条评论：让我们拭目以待，德国的气候部长能否说服中国走德国的道路。下一条评论：请飞单程吧，哈贝克毕竟喜欢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下一条评论：要把他的党内女同事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搞砸的事情处理好，确实很棘手。下一条评论：哈贝克访问中国，也许中国人会觉得好笑，我们的经济部长太天真了，至少心存希望，中国人不会恼火，我们的外交部长已经造成了后果。下条评论：如果德国外长一同访华，那么我担心会发生真正的战争。下条评论：如果中国关上大门，我们也就完蛋了。同样的，我们也应顺势而为。中国是支持普京的。下条评论：让他去参与如此重要的合作，我还能说什么呢？下条评论：如果你想要和平，请投票给德国选择党。下条评论：乖乖顺从不是给哈贝克先生的好点子，我们拭目以待吧。下条评论：他又是不请自来吧？
如果不是因为欧洲杯足球赛，我们现在在德国都能听到中国人笑出声来了。哈贝克这个意识形态主义者真是令人尴尬至极。下一条评论：快去访华，让中国企业进入欧洲，这是欧洲唯一的备选方案。下一条评论：在所有仇恨中国行动之后，我希望中国人收留这位哈贝克。下一条评论：他还可以看看价值数百万欧元的养鸡场。哈哈哈。下一条评论：能源转型取决于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板都取决于中国，访华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下一条评论：如果绿党最终从当前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我会非常高兴。下一条评论：这个骗子快滚蛋吧。下一条评论：为什么得顺从欧盟的一切要求呢？拿出点骨气来，直接与中国谈判吧，而不是随着每项海关条例和制裁起舞。下一条评论：在这个欧盟里会有很多战争，而不仅仅是贸易战。下一条评论：这里提醒各位，中国根本不在乎德国想要什么，德国是来乞讨的，而中国处于实力地位。好的，朋友们，德语区的网友们太不给面子了。刚才大家看到评论区竟然没有任何同情这位德国经济部长的，不是打脸他就是讽刺他，这反映出现在他以及德国绿党可真是过街老鼠一样啊。